维护环境与重视景观可否相辅相成呢？日本在这方面的努力真的令人佩服。前2年在四国山羊跳岛游见到没有栏杆的沿坚城下桥，今日在养老溪谷则看到许多水面要道，均已安置跳石作为行人跨越溪水的模式。外国游客到养老溪谷旅游，最佳的交通方式当然就是搭乘小凑铁道了。除了搞清楚交通外，对于步道的路线及各点的相对距离等，最好也是先有所准备，以备徒步践行的不时之需。养老谷旅馆组合提供的最新徒步旅行地图中，列出了3条践行步道的相关资讯。此行配合时间与体力的因素，选择村红文洞基这条长约 7.4 公里、需12小时的路线。虽然徒步地图的粉红路线标示约需2个小时，但实际真正走下来，包含拍照、休息等，大概花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图摘录自养老谷旅馆组合。途中需要的饮水粮食可以在养老溪谷站前商店购足，视时间与脚程能力选择适当的路线，一切准备就绪，大伙就可以沿着厕所旁的步道指标出发了。秋日的阳光洒在小凑铁道轨道旁的小径，地上黑白光影婆娑晃动，树上却是红黄绿色彩缤纷闪耀。看着手机预先下载的徒步地图，沿路找寻地图的地标与目标物，一座红色的铁桥戛然映入眼帘。第1个地标保卫桥出现了，表示徒步的路线正确，终于可以放下心开始拍照了。村红文洞基这条来回 7.4 公里的路途，沿线在重要的转折路口都会有指标标示方向与距离。步行至此，若是要往大福山梅赖方向，取右线往下方行走，我们则往左边的奥养老村方向前进。望着下方往梅赖溪谷的路上，似乎红叶已开始为大家伴起了前奏。徒步旅行地图中，大福山梅赖的徒步路线约 9.6 公里，需费时 3.5 小时。反观朝着奥养老村方向前进的我们，始终在大片高耸树林里持续上坡的慢慢走，一直未见此行的目标植物红叶。在西木驻车场看到洗手间的指标，这倒是徒步旅行地图未载明的休息点。往里一瞧，一棵相当高大的柿子树结实累累，在一片绿色的树林背景之中，看起来真是赏心悦目啊。接近正午时分，太阳几乎已经顶在头上了，还好路的两旁有这些巨木遮挡，不然沿路被阳光这样照射几小时，皮肤就算不脱皮应该也会晒黑不少。又是一个重要的交叉路口，除非想要由中间直接穿出去到出世观音桥，不然就像我们取右边往养老溪谷一周的方向走。走到最上方出现奥养老村入口，再走个450公尺可达这条路线的第1个标示景点。既然方才已经走到最上方了，表示接下来就可以轻松的下坡缓行了。走在地上潮湿又厚实的松针落叶上，必须要小心为上步步为营。突然觉得下坡更是举步维艰。奥养老村的管理中心称之为翠峦庄，整栋建筑感觉就像是台湾早期的百岳山屋一般。抵达时园区并没有营业，偌大的区域亦仅有少数游客经过而已。可以提供在大自然山谷野营与烧烤的奥养老村，整体样貌偏向山中小屋的形式。园内有许多提供住宿的木屋及烹煮的烧烤洞。走到这里路途也快要一半了，找一间木屋的门前坐下，取出先前买的水果点心，开始今天中午的野餐，为接下来的路途补充体力。野餐过程中看到一大伙日本的长者们到达奥养老村的管理中心前，非常顺手地搬下翠峦庄一旁的桌椅，轻松愉快地在桌椅上享用午餐。离开奥养老村后，步道衔接至一般马路，抬头可见满山红叶笑脸迎宾，走没多久就要步行穿越眼前的隧道了。步行穿越隧道后，视野与景致和之前大相径庭，整条公路除了我们2对夫妻步行其上，几乎就很难再见到其他人了。整条路上安静无声，同行有人在脸书打卡的内容为养老溪谷应该是可以听见蝴蝶飞翔声音的地方吧。虽然背景音乐总是啊啊啊乌鸦叫，走到拱桥时可见中赖游步道的指标，同时也标示此处为养老溪谷红文洞基入口。顺着中赖游步道的指标进入此行真正的养老溪谷之中，前面一半的路途堪称山地践行，现在开始才是沿着养老川赏枫的溪谷慢行。放下城市所有无谓的纷扰，在这儿可以找个地方定心坐下，
看看映于水面的红叶树影，听听溪河缓流的潺潺水声，望尽自然美景，享受人世悠闲。中濑游步道设于养老川岸，游客有时走在河的这一边，有时则需借由跳石跨越河川到另一侧。这等在跳石上行走的画面，感觉还蛮诗情画意，颇有画面感。但真是如此吗？一块块置于水中的水泥桩称之为跳石，它可以提供游客穿越河川，但又不至于损及河面的景观与视线。唯一的缺点是常态性必须派工人在跳石间疏通树枝。河川上部设的跳石宽度约仅能一人跨越，行走其上都还算是相当稳定，但跨步间就要自己使步伐宽度适当调整，毕竟若有失足状况，可就直接下水，毫无任何挽救机会。视野呈现立体的溪谷红叶，无论是否正值见景之时，置身其中总能3-5步遇到一个小惊喜，相隔一段路就会不自觉地赞叹大自然。100年前，民众为了农耕需求，挖掘洞窟连接养老川与无来川，形成隧道运河，但在1974年隧道因故崩塌，故而形成今日所见列明养老八景的红纹洞基。跳石可以解决游客跨越河道的问题，但若遇水势湍急、水面涨升时，还是要随时注意自身的安全。全程走了2/3的路途，遇此状况也仅能强行通过了。出门在外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强行通过的结果当然就是整双鞋泡汤了，找个凉亭稍事休息一下，顺便将吸满水的袜子脱下拧干。远处见到一对情侣浓情蜜意地走过来，在红黄绿缤纷色彩的步道上格外显得甜蜜，但殊不知前方的河水已淹过跳石，我猜他们应该不会和我们一样强行通过才对。果然时间过没多久，方才经过的数对情侣都一一折返，尊重自然法则可免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至少可以穿一双干燥舒服的鞋子。跳石上总会发生许多状况，有人可能要立于其中拍照，也有人因为不敢或不方便跨越，致使双向塞车，但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路中的状况先解除，而后再依序跨越。原来中濑游步道在观音桥这端地入口处即已提出公告，因雨造成河水涨潮，请游客不要贸然进入。离开中濑游步道，可见呈现拱形的观音桥，至此开始恢复步行在柏油路的状况。沿着道路走没多久，可见养老溪谷最新徒步旅行地图标示的洗手间，这里会被特别记录下来，主要是旁边这个弯腰仓库实在太抢戏了。走着走着，进入一个非常宁静的住宅区，而后没多久就见到地图中标示的百鸟吊桥了。回程经过一大区域的树林，步行其中有一种蛮熟悉的感觉，好像置身溪头森林游乐区一般。由上午走到下午，花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绕了一大圈，终于又回到上午见到的第一个岔路。顺着路回到养老溪谷，面对车站右边有一栋木造建筑，里面有小凑铁道提供的免费足汤服务，记得好好享用车站提供的这一项福利哦。